来，既然录了哈，既然第一堂的观念你们能够懂了，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比较属于我们真的学到的部分了哈。我们接下来你看前面3堂课讲是手三阴，我们连着一起讲，因为只要是阴的经络呢，会有共同的性质。好，那手三阳也是一样啊哈，经络你从最末梢指头，记得吗？我们的手指头会有个穴道叫井穴嘛，对不对？井穴都会有一些共通的性质，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有系统的讲。好，而且老师喝个水一下，中午也是吃太饱了。好，所以我们的手三阳经，也是会有，我们也是把它摆在一起讲。手三阳经五腧穴这边呢，一样，所有的经络都会有分成，叫颈营于经合。好，因为所有的经络，我们12经络都会走到我们的末梢。那我就跟你们讲，末梢就好像一个水，一条河流的源头一样。它叫井穴。每一条河流源头是从比如说山上开始慢慢累积下来的然后最后就汇集到大海里面去，那个叫河穴。所以一样会有颈营于，只是呢阳经会多一个穴道叫原穴，阴经没有这个，所以阳经是颈营于原经合。现在第一个问题来了这个绝对要搞清楚以前我们说颈营于经合，五行是木火土金水，现在不一样阳经你就要换很合理，因为阴的经络是5脏，阳的经络是6腑，而且阴是比较含蓄一点的，阳是比较外放的所以他们有些性质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们阳的经络的五行反而是金水木火土。古代的书并没有告诉你说原穴是属性是什么，可是因为阴的经络里面与原是同穴，所以我们就认定基本上认定阳经的原穴跟它属性会一样，因为在阴的经络里面，它们2个是夹这会接在一起同一个，所以虽然阳经它们分开了，是不同穴，可是我们认为它的属性五行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把这边写原穴，这里也是木。那你们如果有印象，我们为什么要讲五行？我们讲五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什么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嘛你现在听不懂没关系，中医师要懂我们讲五行的时候就要讲说你虚可以找它的母穴，实就找它的子穴要补泻的想法在里面。可是阳经我们就比较没有讨论补泻啦，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们就讲说它那个器官的问题跟连线出来的症状所以我们其实五行在阳的经络用的东西比较少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阳经的募穴可以把它写上去阳经的募穴都是止痛药穴，募穴，阳经的募穴，你可以把这2个鱼圆就圈起来，募穴，止痛药穴。募穴为什么能够止痛？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了它比较深入一点你就把它记结果就好了。好，那么一样要教各位一个口诀我们阴的经络就是说，我们有那个什么手三阴经，还有人记得口诀吗？商机怎么样？商机太曲折，然后还要去怎么样？还去找那个懂得管道的人，要去帮他冲，去帮他付钱，对不对？那是阴阴就好像有时候你做事情要偷偷的来，对不对？阳就不一样阳我们是正大光明的。
所以羊也是一个赚钱的故事，可是呢，也是一个去赚钱投资事业股，它比较光明一点。什么光明呢？就是有好几个商人哈，大家经营公司，想说我们要去怎么样？觉得台湾的钱已经没什么好赚了，我要去美国赚钱发大财，有没有？所以商人323两三个商人323合西去，联合起来去西方、去欧洲、去美国赚钱。对吧？因为台湾的人口比较少啊。如果你是做那种卖东西的，要卖给很多人的，我当然去越大的地方，市场越大嘛，哈。所以323合西去。我们要去投资，是不是我们要把钱收集起来，对不对？好，把钱的 QQ 我这要多少钱，QQ 也准备一下，准备好钱，再一起去投资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折钱？哈，这里拿一点，这边拿一点，哈，折钱。现在哪边最有商机呀？现在流行科技业嘛，所以我们要去哪边？去美国的矽谷啊，钱的可能最多哈。所以折钱矽谷养小海，什么是小海？我们常讲什么蓝海政策啊，哈，那边是一片蓝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那边经营我们的蓝海？好，所以折钱矽谷养小海，先从小小的开始做嘛，越做越大，好。好，我们都要过去的嘛，台湾的事业怎么办？好，我就交给崇瑜帮我处理。好没有办法，我下面没有人可以帮我处理，崇瑜他也没空啊。好，那我干脆这边先收起来了，好不好？所以怎么样？关门，把我的店面什么就关起来。然后本来我也在台湾养小海嘛，现在只好怎么样？把它收起来，堵起来啊！不要弄了，关门堵池。然后呢，到什么？到那个很赚钱很多的地方，对我来讲就像天堂一样，至天境。了解吗？好，所以练习一次，这是一个光明的赚钱的一个故事。有2、3个商人323合西去，一起去西边赚钱，去美国，去欧洲，西方世界。然后呢，我就要把钱收一收，看要哪些钱拿去用。有些我还要留在台湾，那万一哪天那边投资失败怎么办？我台湾总是还要有钱啊，所以要折钱去哪边？去矽谷养小海，开始要慢慢经营。我们强龙不压地头蛇嘛，那边有人家厉害的，我们要慢慢的开始做。好，一开始不能做太大啊，做太大一不小心钱都花光光了哈。所以养小海，台湾的事业怎么办？先关起来，关门，然后怎么样？把我那个原本的小海也关起来，关门堵池。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吧？这个也关了，好，我们就直接去天境，至天境，这样好不好？把它记起来，好。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323合西去。好，那你不要上老师的课以后都只记得口诀，忘记它是什么穴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来试试看哈。这个五腧穴很重要，323合西去。第一个穴道叫做叫商阳。好，23很简单，一个叫2间。一个就叫3间，合西去，合很简单，就是我刚刚讲的合谷穴。而且你看，我们不是要去矽谷嘛，合谷啊，很合理哈。好，再来什么？西是什么？叫阳溪穴。去就是曲池穴。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要讲这6个穴道，再加上一个手3里，就7个穴道。好，今天的课好，所以我们今天下课之后，下一堂课你们也是2两一组，我先示范那些穴道在哪边，你们就拿着那个笔，帮自己啦或帮同学，我希望你们是帮同学，因为可能你们除了用在自己身上，可能还用在亲友上面嘛，对不对？好，你就去找到同学的穴道，你自己的也找出来没关系，好，然后我再帮你鉴定你找的对不对，好不好？这样才能真正让各位学到比较能够运用的东西啦，哈。要不然都是我自己讲，我自己真，你们可能觉得怎么好像我还是不会，好，所以一定要让你们去找找看，好，所以我们来进入了哈，第一个叫商阳。当你们学习针灸、学习穴道就照了老师这种教法以后，你就会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规则性嘛。请问我们在教肺经的时候，肺经不是有个穴道也是商吗？你看，所以三条阴经那个商就比较隐秘的，对不对？对不对？都做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商机太曲折，然后去找到那个有门道的人，还去请他吃饭这样子哈。
所以肺经叫做什么？这个穴道叫什么？第一个穴道井穴叫什么？少商，商机太虚的少商。那你们发现它就是在这种有没有指甲的边缘这边吗？对不对？好，大肠经这个穴道就知道，就是商阳，也是在指甲的一样的找法，看到没？看这个图就看得出来吧？好，指甲的边缘画切线切到这边来，这个就是商阳穴。好，基本上井穴基本上找法都会是这个方式的，只是有些人会改用指尖，比如说心包经。心包经我们就用中冲穴，也会用指尖，你把它当成是另外一种中冲穴。好，因为这边放血比较简单啊。好，我所谓什么十宣放血就指尖，而且还说什么十指手的连心，有没有？还有人这么讲啊？哈，其实正确的穴道应该是这样。那万一啦，我跟你讲，哪一天你自己或你的亲友真的中风了，心一定会很慌张。然后你就想说，老师说商阳到底是靠内侧还是靠外侧？我搞不懂那没关系，你就指尖吧，指尖就不会错了吧，就很简单。好，万一真的这样的情况下，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在正确的判断下再用啊。哈，其实就算我们是中医师，也许我们遇到那个情况也会很紧张，尤其是自己的家人的话，也会很紧张啊。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心很乱，也不想判断是哪一边，直接指尖也是可以的啦。好。所以你看很多东西你就会一理通万理通了哈。这个商阳穴位置你知道的，在食指靠近大拇指那一边，靠内侧一点哈，靠人的内侧，食指靠近我们大拇指的那一边的指甲角这内侧这里哈，靠近我们大拇指这边的哈。然后呢，它是手阳明大肠经它是一个井穴。我马上问你的，你慢慢懂了一些规则跟原理，你就不是一个穴道背都搞不懂他们什么关系。井穴可以干嘛？会不会睡眠不足井穴可以干嘛？醒脑，所以我赶快扎一下井穴。好，没关系，大家都很辛苦了。早上我的课也是，同学都很疲倦哈。我也是早上6点就起来了哈，那个还好，昨天有比较早睡一点。我昨天也是从早忙到晚。好，醒脑，这样讲没有错，但有比较专业的讲法，它可以放血嘛，对不对？因为它可以怎么样改善意识的问题啦哈，像醒脑。因为有一句专业的术语说，那个什么取之井那个熊别记哈，一句话是井主心下满病便于脏者取之井了哈，病便于脏者取之井，而这个脏跟精神血气魂魄有关系，所以我们的井穴常用来醒脑开窍尤其是那种中风中暑的。还有你放了血，就好像把一些热红的把热散掉了，所以它也有清热的效果。清热醒脑开窍，所以都一样的，井穴基本上都有这个效果。但是要配合放血，效果会更好。所以这个商阳可以干嘛？你们看老师写的泄热。泄热。你只学泄热还不够啦，还不够专业啦。你既然来这堂课，你老师说泄热这么多井穴每个都泄热那有什么差别？有差别。阳明经的井穴最有效就是泄他自己的热，叫泄阳明的热。什么叫阳明的热？这条叫大肠经嘛，所以它可以泄大肠经的热，这条路线上的热啦，跟大肠经有关系的，这个阳明大肠经有关系的热。所以我先写泄热，然后呢，开窍就是刚刚冠良讲的，利咽，正面啊。对不对？喉咙我刚不是也讲，这个合谷穴可以治疗咳嗽啊，所以老师这样，你要帮我放血一下商阳穴所以后面那个好，我们示范一下所以利咽，因为这个部分也跟正面有关系而且很多的阳明的热也会导致咽喉的问题所以刚刚讲过的，它可以来治疗什么症状？商阳穴。
好，这种末梢的通常特别痛，扎下去特别痛，它也可以比较有强的止痛效果。牙痛，还有老师不是一开始跟你讲吗？阳明经走在哪边？正面，而且是在我们的。老师不断的画这个，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常常脸红，我就刚好刚刚那个崇瑜问我说有没有吃大昌九和的，我上礼拜日就去吃，而且发现一个好奇怪的现象，我隔壁桌有个女生真的整个脸都红好夸张，像关公一样红，可能她就是喝酒很容易红我猜应该是这样吧，很夸张的红这种脸热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商阳穴，而且他刚开始坐在那边没有红，后来才变红的，肯定是吃了什么东西脸变红。吃东西导致脸红，不是跟消化系统有关系吗？所以用什么？商阳穴，脸热，看到没？脸红都可以。好，咽痛，还有昏迷，还有手麻。这个很特殊了哈，有些医生会怎么样？你觉得手脚容易麻，他就去扎你的井穴，它也有一个疏通气血效果哈。所以遇到手麻的患者，你也可以用井穴哈。好所以商阳这个观念就很简单了嘛。你先知道它的井穴，所以你们答出来说可以醒脑开窍，对，醒脑哈。然后你又知道它井穴放血可以清热，清的是谁的热？是阳明的热。所以这种跟正面的，包含青春痘、疱疹这些都可以的哦。阳明的热，或是你今天长了一个皮蛇，它怎么这么刚好长在我们的阳明经上面？不管是足阳明或手阳明，就长在那里。那这个井穴、商阳穴就非常适合拿来用了。所以如果有这些症状，就可以用商阳穴，或者你颠倒过来记，你就知道说商阳穴可以治疗这些疾病。其实你要老师写，还可以写出很多呢，你知道吗？阳明的热还有什么？比如说流鼻血也算啊。商阳也可以治疗流鼻血哦，所以有好多的病可以写在上面，但是你要掌握那个原则。如果今天我专门是教商阳穴的一个大师，我可以写出100种，你知道吗？整个阳明经，可能我就说什么，肚子痛啊，什么皮肤痒啊，都可以继续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们重点是记原则，来，它可以用在什么疾病？当然，因为井穴放血可以醒脑开窍，而且我们在中暑的时候人也会很热嘛，怎么把这个热解掉？放血。那你们如果专业度想要强一点的话，中医的经络里面也有分，某一个经络是多气少血，某个经络是多气多血，它会分有些经络是少气多血，也有这种那阳明经，因为阳明主要都是消化系统，大肠跟胃。你吃东西进去，包含老师中午楼下隔壁我吃了一碗牛肉面，这是一个炒饭这个里面热量很高吧？牛肉也会补血嘛，营养物质也很多，所以我们认为中医的观念，阳明经它叫做多气多血，气也多，血也多，所以我们要去解热。要去解毒，我们就会首选来找阳明经，因为它兵力最多。我去调动它，效果会最好。所以中暑的时候，你看我们也会用井穴来放血，尤其是阳明经的，这个也是效果很好。除了我们之前讲少商以外，少商的想法就是因为你这个中暑是外来的气候导致的，所以我们就用解表的方法。可这个暑就是，你身体热很多，赶快帮你清热，我找那个兵力最强、兵力最多的那个地方去泄，效果一定最好。好，还有各种热症、实症、痹症导致的昏迷，比如说哪些？你还有想过吗？这种我们专业中医是讲的热症、实症、痹症。你们生活中有没有听过哪些种情况，或你遇过哪些情况是急性的，还会导致人家昏迷的？热衰竭算，早上我们才刚讲过，不是它比较偏虚的。对，中暑、热衰竭不是一个刚好是比较偏实的，一个偏虚的吗？所以你用这个以外，你还要加上一些补的，它是津液会大量水分流失，像热休克一样主要是疾病急性的那种传染，比如说什么肠病毒COVID-19 这种的热病导致的昏迷、中暑、中风，然后各种传染病我刚讲了肠病毒。
脑膜炎这种也算，嘿，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好，当然中医师我们会这样用。啊，如果这个是你的亲朋好友，你帮助他，他是你的亲朋好友，反正西药都用了，你可以帮他用按摩的方法嘛。好，这也是一个方法。好，包含说我本来想到今天有没有人会带，好，有些如果是虚症，我们就可以用温灸的话，虚症可以用温灸的。好，可能下次我再带来，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哈，好，所以它就是各种热症、实症、痹症导致的昏迷。好。当然，它的特色就是我们要用放血的，它也是个中风急救要穴哈。比起来，我已经讲过了，最好用还是大拇指肺经、中指心包经跟小指心经哈。最好用的中风还是这3个。好啊，你如果说你要说商阳穴有没有效，它也是有效，就是不如这3个穴道那么有效。好，不如我刚刚讲的大拇指、少商、中冲跟少冲。好，这3个还是最准确的啦哈。但是你说商阳有没有效？有，它还是有一个解热的效果啦哈。确实。对，来，所以这个商阳穴你们有什么问题？你学这个以后，你就慢慢会知道说，哦，这个如果今天有个人昏迷了，他是因为消化系统肠病毒造成的，那就是商阳穴效果最好。哎，如果这个人昏迷，意识不清楚，是因为感冒、流感、COVID-19 这种肺的系统出问题，最后再导致的，那就是少商穴了哈。如果你要再分到那么细，更专业就是这样子。好，包含说有些人失眠是肠胃道问题造成的，然后可能就大肠经。好，然后如果你是常会早上3点到5点就醒过来的，跟肺有关系的，假设这样哦，肺热造成的，那就是少商穴。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更准确的知道说这个人是哪一种系统，5脏的问题还是6腑的问题，然后找到对应的穴道啊，效果就一定更好。好，商阳穴有没有问题？没有。好，323河西穴哦哈。二间在哪里呢？我们的食指伸出来之后，食指、手指头、手掌。手指头跟手掌中间有一个关节叫做掌指关节，好，手掌、手指接在一起那个关节叫掌指关节，好，在这个掌指关节的前下方，好，你看这就是掌指关节哈，前下方这个凹陷的地方就叫做二间。那我先跟你讲，后下方就叫做三间。好，所以穴道很有意思哦，很多都是在某一个洞里面嘛，这里好像有一颗石头，石头前面有一个小洞，后面有个小洞，有个关节前面有个凹陷的，后面有个凹陷，就各是穴道。或者有时候就在2个骨头交接的地方就是穴道，或在2条筋中间交叉的地方就是穴道，这样很有趣啊！穴道就是这样来的，就在一个特殊的点凹下去，陷进去，前下方后下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关节前下方是2间，后下方是3间。小指头这个也是一样啊，前下方叫前骨，后下方叫后溪穴啊。好，无名指这个前下方叫做翼门，后下方叫做中主穴，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有系统，知道吗？穴道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你身体里面各个特殊的点，它就这样产生来的。好，好，这个2间。它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叫做迎穴。迎穴，看到迎穴你就会有一个感觉，一个 feeling。因为老师讲过一句话，叫做迎主生热，所以它也可以拿来清热哦。清也是清我们的大肠热哦。好，它比较没有影响到意识，它就纯粹清你这个大肠，你这个大肠的热。好，它五行是水哦，你要记得这个就跟之前那个这个不一样，这是叫金水木火土，所以它泄什么热？把它写上去，泄大肠热。写完以后，请各位抬头，不要看你的讲义，我们来练习看看哈。如果说你心里记得说，老师有教过我2间是泄大肠热，所以我可以推测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哪些症状或哪些疾病。慧文，你想想看，哪些情况可能是大肠热？你生活中会遇到的，
或是大肠热可能导致什么问题了，好不好？看你要怎么想。大肠热就会拉肚子，对不对？好，因为你看西医的说法说蠕动过快嘛，可能大便就会比较容易拉出来。好，蠕动快是不是也是一种热的表现？热会让东西快，冷会让东西慢，所以大肠有热确实有可能拉肚子，尤其是湿跟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拉肚子，是那种比较像是肠胃炎那种拉啊，不是那种每天早上起来就大便不成形那种，每天起来大便没有成型那个固定的这种就不叫拉肚子哦，是那种急性的，好，它才比较偏向是热。好，至于你觉得呢？大肠热还有可能什么症状？大肠如果热的话，大肠就会便秘也对啊，怎么两个都好颠倒，一个拉肚子跟一个便秘，没错，身体就有可能有2种不同的机制，好，所以有可能便秘。好，佩如你想想看，没人答不出来没关系，但是练习而已哈。你觉得大肠热还有可能有什么症状？大肠会痛。对啊，肠子会痛，对不对？巴肚就疼啊。还有他大便会白白黏黏的。白白黏黏的，好，没关系了，我们看答案，来，好，你看，你们刚刚都讲到了，刚刚佩如讲了，大肠会绞痛，对不对？滚嘎，哇，很好，大肠绞痛，好，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你知道吗？吃坏肚子的时候，哇靠，快点啊，谁在厕所？快点，因为你会觉得很急，对不对？而且会觉得肠子重重的，好像快要大出来了，这个就叫做里急后重，这个是我们中医比较中医专业的名词，那你可以把它记起来。你想想看，你常常想拉肚子的时候，然后厕所又有人的时候，你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赶快啊！里急后重，你后面觉得快要大出来了哈，里急后重。好，这个就是刚刚讲拉肚子嘛。你看，这就是刚刚慧文回答的哈。然后呢，至于讲的也没错，我真没有把它写在这边，也有可能便秘哦。好，因为看它热的形态不太一样。好，有时候热会让大便变干，也有一些人是用便秘来做表现。还有刚刚讲，还有像什么流鼻血还有喉咙肿痛也会，还有刚冠良讲的牙痛啊，大肠热有可能造成你这个牙齿就热痛痛的发炎性的疼痛啊所以各种这些可能性都有可能。所以你就回头来想，2间就是治疗这些疾病，大肠热你就联想，你觉得这个在拉肚子应该是大肠热，就可以用2间。症状了疾病它就会用来治疗这个急性肠胃炎。刚刚慧文讲的那种另外还有你看阿米巴痢疾，我们小时候常听到这个名词嘛它也可以用来治疗阿米巴痢疾所以老师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是针灸科嘛有时候有些中风的病人我们医院当时是这样分，针灸就交给针灸科，开中药就给内科啦，中医内科。所以我也曾经遇过那种病人，就是我去看的时候是一个阿嬷，看护就说，他这2天都在拉肚子，一天拉个7、8次。一天拉7、8次，对那个照顾者来讲是很麻烦的。你拉又要换那个尿布，拉又要换那个尿布，然后都要换到手软，然后隔壁也会抱怨，就吵，是不是？问题是我只能用针灸，如果说我会开一些中医的拉肚子的药给他。但是我只能针灸，所以你们知道老师那时候用什么穴道吗？好，重点是我们早上有把脉的同学，我把到他的右关是什么脉？你猜看，志宇，他是热症嘛，拉肚子就是热，大肠有热，出现在右关，你猜猜我出几个给你选择嘛？弱脉、速脉，然后大脉，应该大脉，它是速脉。就是热啦，发炎的，急性肠胃炎，所以老师给他扎什么穴道？你们猜猜看，暗示的这么明显，当然在讲这个穴道一定是用2间啊，所以我就给他扎2间，知道吗？我们通常是2天会去一次看，再2天去看有没有比较好。有，那天扎完以后慢慢就不拉了，所以是有效的啦，当然啦，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硬要去检验我的话，还是有检验的方式，就是说，人家也刚好在吃西药啊，对，所以谁把它治好的，有时候还是要做明确的区分，但是
反正不管了，反正中西医一起用有效就对了哈。啊，如果真的要讲到说人家完全相信你，就是要做实验，排除掉一些东西，或者是你自己也要知道说他吃西药吃了几天都没有效，但是一扎就有效了，这样就可以比较能够证明是你有效。但是有些学科学的人还是会想要质疑你，或者别人还是会想质疑你的哈，那你就要想办法再去说服人家了哈。好，来，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个2间泻大肠热，好。大肠的实证也可以，比如说刚刚那个字语讲，如果是大便不通，其实也可以哦，哈。好，那这个就是2间，好。再来3间，2间跟3间有什么不一样？3间比2间多1间，对不对？你有几间房子？你有2间，我有3间，你比我多1间。哦，我有3间，我比你多1间。好，来3间哈，反正都是大肠经的嘛。然后刚刚是井穴跟营穴，现在就变成鱼穴啊，哈，井营鱼圆经合，鱼穴。好，来这个专业的术语的哈，看你们有没有记得哈？老师以前讲过，在讲大陵穴的时候有讲哈，鱼穴有一个专业的中医的说法，《难经》里面讲叫做鱼主什么什么什么，鱼主体重，哎，中医师应该要记起来啊，以后要把它记起来。鱼主体重节痛，对，体就是身体的体，重就重量的重，节就是上课上几节课那个节，痛就是疼痛嘛。体重节痛，哈，这个以后如果你到学校去都会学啦，哈。你就是说，以后你的中医的那个层次可以再把它更丰富一点哈。我们不同老师教你不同的东西，这样你就变成各家之大成哈。我为什么要讲体重节痛？这代表说这个穴道鱼穴就可以治疗痛。老师刚才也跟你讲了，阳经的5行。比较好用、常用的就是募穴可以干嘛？好，如果你背起来止痛，你想知道说老师，我学中医哈，我不想只用背的，你可以再多告诉一点内涵。好，内涵就是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说，气怎么样的时候才会痛？很棒，气不通则痛。5行里面有哪一行它是会伸展的？它比较有调达的效果。木就是会长，它调达。不仅如此，你再更厉害一点，中医来讲，肝主筋，这些疼痛其实都是筋的痛，不是那个器官在痛，知道吗？好，头痛不是真的头里面东西在痛，头里面如果长什么东西在痛，那是痛死了。它其实这边都是肌肉、韧带、神经在痛。所以你看哦，光是这个木，我们刚刚讲不通则痛，所以我要让它通嘛，对不对？那木穴有什么性质？它就跟它的木这个形式、木的性质一样，它会伸展，会疏通，它是会通的，会调达的，所以木穴就可以疏通，就可以治疗这个不通导致的疼痛。好，所以你看。木穴可以干嘛？后面写止痛。所以它的效果是干嘛？就是刚冠良讲的，你们也很多人也讲出来了嘛。我都把这边写在这边，不通则痛，所以它是干嘛？它是行气止痛。这边效果行气止痛。行气止痛。所以好像刚刚是慧文讲说大肠有热会痛还是什么哈？你只要遇到大肠的痛，最有止痛效果的那个就是3间穴。可是如果你说老师我这是发炎导致的痛，那你就还是要扎2间嘛，你要把发炎给它消除掉啊，知道吗？好，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在看打篮球也是一样，这个很会得分，好，这个人林书豪很会得分，可是如果没有旁边人帮他挡人，他一样得不了分啊，就有时候要团队合作。好，
或者说 Curry 勇士队的 Curry 很会投三分球，可是如果大家没有把旁边的人挡一挡，没有把空间让给他，他也投不住，也没办法出手啊，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是要2、3个穴道或怎么样共同协同完成，但是我们就知道说3间是最好的，大肠经的止痛最有效，因为它是募穴，而且瘀阻体重结痛。你看两个中医的古代的说法，都直接告诉你，瘀阻体重结痛、募穴止痛啊，它就是最好的，它2个条件都符合，它止痛大王。它只是缺点在不太好扎啊，好，比起来合谷比较好扎，差别是这样而已，好。所以你看，它治疗到痛泻。什么是痛泻？现代人很多这样哦，吃饱以后，哎呦，痛，马上要示范给我们看是，吃饱以后，马上去拉，好，类似我们中医现在医学讲的大肠激躁症，就你大肠好像很敏感啊，吃那种东西就痛就马上去拉出来了，好，这个就大肠激躁症。有时候它跟情绪有关系，肝气郁结有关系啊。你气有不通，那我就用这个3间把你疏通掉，好，所以痛泻。我们中医有一个处方叫痛泻药方，也是治疗这个的哈。所以你看哦，它治疗痛泻，治疗大肠绞痛，好。比如说你今天怎么门还不开？嘿，你赶快帮自己按一下，还可以撑一下，知道吗？3间按，2间按，然后祈祷那个人赶快出来，对不对？这样可能还可以忍一下啦哈。当然，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按穴道可以按到不用拉肚子，你觉得这有需要吗？或有可能吗？会。好，我先讲一个观念好了哈。有些情况下有效，可是有时候拉肚子反而是你身体自救的方法。好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学弟，我就喂他吃喷好了哈。假设这样子，或是你们去吃到脏东西好了哈，这个脏东西我干嘛把它留在身体里面继续作怪？我当然想办法把它排出去啊。好，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通阴通用，刚好崇宇现在没办法听到哈。有一句话叫通阴通用，就说你就在拉了。我还是要让你继续拉，把这个东西拉掉，并且才会泄出去。好，也有点像我们早上至于我们讲的，我们的不通的东西要把它通出去，坏东西要把它排出去。人体的方法就3种：流汗、发汗，好，大小便。好，我早上再补充一种吐嘛，对不对？汗吐下。所以这个我们按这些穴道可能是让你暂时舒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肠胃炎，有时候你该拉还是要拉啦，把脏东西拉掉，它才会真的好起来。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得到急性肠胃炎的时候，我们中医开药有时候还是会加点大黄哦，要让你再多排点出去，而不是不一定是一直想止泻，知道吗？好，我们有一句话叫通阴通用。好，所以你看3间你就记得它是可以止痛。好，所以如果你如果说你要给它一个形象，它就是一个止痛的穴道，你就可以把这边写止痛。你每个穴道你就知道它干嘛用的。好，像我们2间是清热嘛，消炎；3间就是止痛。好，然后我们的商阳还有醒脑开窍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3间呢，你看还可以治疗什么？阳明经络上的疼痛，阳明经络的，官娘讲的牙痛也是可以的。好。还有口眼歪斜、颜面神经麻痹的问题啊，3间既然老师说在这个地方，好，它可以止痛，所以这附近范围的肿痛都可以治疗。好，手指、手背红肿痛啊，甚至它还可以治疗坐骨神经痛，这是比较特别，你也可以把它记起来。好啊，有人坐骨神经痛，你帮他按摩这个穴道，好，也会有帮忙的。好，所以你们看嘛，老师这张投影片。重复最多的字是什么字？你不要说老师方块，方块有6个，不是啊，是痛啊，对不对？看到它就想到痛。好，它可以用在什么疾病？大肠激躁症、便秘、中风后遗症、3叉神经痛。所以合谷跟它，我不是说都是募穴吗？所以2个都可以用。好。它的特色就是止痛药穴，止什么痛？止大肠自己的痛，跟大肠经循着这个路线上的所有疼痛。好，
看一下时间还可以吧？好 ，OK， 这样没问题啊。已经讲了3、2、3了，对不对？好，河西去。哇，现在要讲这个穴道，就是你们可能喜欢针灸的、喜欢中医的人都会有听过的一个穴道哦。好，电视上那些名嘴或中医的有名的中医的名人，好，也都会讲这个穴道。好，包含说老师以前高中的时候跟着我妈去国外玩哈，大家还好像台湾玩什么？那游览车上面总是会有些阿姨阿桑啊哈，特别喜欢出来带活动，要唱歌干嘛？怕大家睡着，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就这么说，哎呀，我要教大家哈，小时候我们早上都会做这个运动啊，来敲合谷，做这个动作哈，好，这样子敲合谷了哈，刺激合谷穴。那合谷穴很好找，很简单哈所以而且它又非常好用。所以大家就会特别喜欢用它。好，你们我们一般民众都会说，把这个合起来，然后一个凸起来最高的地方按下去就是合谷。哈，这个是一种方便的找法了哈。但我们专业的话，就还要再更深入一点去找哈。那但也不是说两个合起来的这个凹洞就是合谷，也不是哦哈。好，当然你们比较知道就是，好，大拇指跟食指合并起来，凸起来最凸的那个地方按下去。这是一种找法哈，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学再专业一点哈。那个关于阿公真的很厉害，很蛮了解的哈。好，来，你们先看哦，这里有画出什么1/2，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图，它这样的画法最标准。穴道也是这样啊，常常在中间的地方，不是在两个端点，就在中点，这样才有意思嘛。好。好，那我们终于给初学者的12经络针灸课，我们终于要讲到一个穴道叫原穴。你说老师之前没有讲吗？对，之前我们讲阴的经络里面没有原穴啊，阴的经络只有颈营、鱼经、合，阳的经络才会独立又出现一个穴道叫原穴啊。原穴是干嘛用的？我们就要去找原本的书怎么写。我们针灸的书有本很重要的书叫做《难经》，这个难经，它有81个篇章，好，叫做81难。好，我们比较不会讲，对，我们不会讲南经啊，我们通常把那个字念成难，好，好像救难队那个难，好。在难经的第66条，我们叫66难，它里面有写到一段文字，它叫做五脏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源也。等于说呢，你五脏六腑只要有病，你都可以用原穴治疗。所以有些人就喜欢这样，都喜欢用原穴，因为这个条文古代的难经是这么讲的。所以那你也可以知道，原穴代表说它可以通用治疗很多疾病。它没有五行，不是它没有五行啊，就是说它古书上没有写它的五行，但是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鱼圆同穴，所以在这边你一样把它写上木穴，木头的木，木头 ，wood。它有什么效果？第一个。它是木穴，不就是有调达的效果吗？刚刚跟你们问过了嘛，有疏通的效果，所以它可以理肠啊，因为它是大肠经，可以梳理调理我们的肠胃，肠哦，主要是肠哦哈。它还可以疏肝呢，也是疏调理肝脏的肝。好，你想要学专业一点，我先这边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中医有五脏六腑，五脏跟六腑是夫妻关系。我们专业的说法叫做表里关系，一个表一个里，就像有些我们的家庭，爸爸出去赚钱，妈妈在家里顾家，或是颠倒过来，妈妈去赚钱，爸爸顾家，这是类似表里观念。好，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个爸爸难道只有认识一个女生吗？他一定不只认识，他除了妈妈以外，他一定也认识不同的女生，也许他的公司里面有另外一个女生跟他也合作很好的啊。讲一下大肠经的穴道哈，我们记不记得是叫什么？口诀怎么背？3、2、3，河西去，
有几个正派的商人要去西方、美国、欧洲去赚钱嘛，所以2、3个人开始集合起来哈，要去赚钱了哈。啊，商第一个需要商阳，商阳在哪里？哈，在这个指甲哈两边直线下来跟横线过去交叉那个点，所以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商阳。好，这样记得哦，是靠内侧，靠大拇指那一侧才是商阳哦。你如果忘记的时候，你就想说啊，合谷就在这里嘛，是一条线的，总不会是商阳在这里，合谷跑到这边来嘛？好，它就会交叉过去的。好啊，这个东西你们等一下就试着去把它点出来，这个都是可以擦掉。我昨天已经试过，我洗个澡就不见了。好，或者你等一下要先把用酒精或水洗一洗都可以哈。这个是商阳，好，商2、3合西去啊，它可以干嘛3、2、3、2、好，很好，因为它是井穴，所以它就放了血，可以怎么样？可以改善意识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中风、中暑这些昏迷都可以用。以疾病来讲是这样子，啊，它可以泻什么热？泻阳明的热，阳明的热。好，所以这些脸上的这些热症癌都可以用啊，对不对？好，流鼻血啊，口疮，我刚刚没讲到口臭、口疮也都可以用嘛。好，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喉咙肿痛这些都可以的。好，这是伤阳穴，哈，要用放血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呢，商2、3合西去，哈。我这个穴道作用如果没有完全讲那么多，你就回去看之前上面刚刚讲影片，好不好？这里我以示范为主，好，这里有个叫掌指关节，你可以摸摸看，有个凸出来关节，在这个关节的前下方，前下方这个叫2间，就在这个地方，而且重点是在赤白肉交接处，你会发现呢，有一些皮肤看起来比较颜色比较深，而且上面有些毛，啊，白白的肉这边就没有毛，对不对？好，所以就在那个交接处了哈。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赤白肉交接处，知道吗？好，你这样扎下去，就在骨头正下方这个缝隙给它扎进去。好，临床医师这样做。好，这是2间。好，那在这个关节的后下方，好，你看你指人家的时候，你指的那个就要前嘛，啊，颠倒过来是后嘛，所以我这个就要前下方。可是这个关节的后下方就在这里，你这样摸摸，凹陷下去，所以这就是3间。商2、3商间，好，这是3间。然后我要找合谷了嘛，合谷就要找这个骨头第2掌骨跟大拇指连线的交接点，我去摸，哦，这里刚好有个交接点，这个点就叫董氏奇穴，叫灵谷穴。好，在这2个点，这样1/2的地方，好，这个就是合谷穴，而且你要往这个方向，往第2掌骨内侧去按。所以我如果这样把它按，它就会很酸痛啊，这个也治感冒，所以刚好有符合你的状况，好不好？这就是合谷穴，好，所以商2、3合。那阳在哪边？阳溪在哪边呢？阳溪就在手腕上面，好，手腕上面它很好，它示范好，这样把它翘起来，对不对？好，来，你刚刚这样很对，好，再看看大拇指按赞，好，来。这里有一条筋，这里有一条筋，好，所以这2条筋的中间这一点，这里，好，我这样按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嘛，对不对？好，你再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四指也张开，好，这样应该比较清楚一点了吧？好，这里会有个凹洞出来，好，那就在这个凹洞这边，这就是阳溪穴，它就用来治疗什么？治疗我们手腕疼痛。好啊，刚刚我没讲的合谷就是百病之穴，知道吗？刚刚讲过那一些，好啊，2间就是清热的，所以大肠热啊，大肠热里面都讲过拉肚子啊，或者便秘也可以啊，或者阿米巴痢疾啊，对不对？那3间因为它是鱼主体中结痛，它是募穴，所以它就是痛，就是它是痛，这个就是痛啊，讲错是我看一下，这个是痛，这个是热嘛，对不对？啊，这是合谷，合谷是百病之穴，阳溪就是手腕疼痛在用的，好，那曲池怎么找呢？好，当然你最简单，你们一般爱好者只要这样子，你就试试看，把它这样手折起来，好，这里是不是有一条纹路走到这边就不见了嘛？对，在这里不见了，好，手腕、手肘，你看这样就更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是不是有一条线嘛，对不对？好，这条线，这条线的终点就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曲池穴，好，这是你们一个简单的找法，这样。曲池穴，好，那曲池穴可以干嘛？因为它深入脏腑，它是个合穴，好，它又叫鬼腿嘛，所以它也可以改善意识的问题。那一般便秘啊、腹泻我们都会用，还有它专治皮肤病，好，几乎所有中医的皮肤的问题都会考虑到它，
好，那我把阳溪跟这个连线起来是12寸哦。好，这条连线是12寸，那我们手3里就在曲直往上2寸地方，所以我们的找法当然是先这个12寸先定出来，然后折半，这样是不是6寸？数学你们都会嘛，对不对？折半以后呢，我怎么找到2寸？就再把它3等份嘛。好，所以这样看3等份，好，这条连线就在这里，这里就是手3里。啊，手3里就是怎么样？好，今天她是女生啊，比较不方便。如果是男生，你这个敢对我怎么样？我可以按下去。你看他表情已经不一样了哈，这就擒拿手常用的穴道，而且它有补气。你看表情，你看这就是一个补气的，好，补益强壮，因为跟足三里是有同样道理的一个穴道，它也是个扭伤要穴，好，补中益气，又治疗扭伤。好，它也可以治疗一些皮肤病，那么疔疮啊这些东西也可以有效的，好，好不好？这样这几个穴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再问哦，没有问题我们嘿。如果他扎针的话，他的手是要这样弯着从这边这样扎呢，还是？你觉得呢？需要先切掉的还是？没关系，把这个问题问完。好。啊，如果你这样扎，啊，你等一下又要扎里面这个穴道要怎么办？哈，所以这是帮助各位找穴道的方法啦。最好是让它，我们中医是我自己，我不用这样弯曲来找，我只要把这个平面，哈，肺经的平面拉高，像亚克力板，像口鼻难听不是有不同的承办人员会有不同的亚克力板嘛？你有去办公务的时候，每一个都是装亚克力板嘛，对不对？我只要把这个平面拉出来，在这2个平面的中线再放一块亚克力板下去，这个地方就是曲直穴了。好啊，书本上有时候跟你说是尺泽跟肱骨内上跟那个鹰嘴突连线的一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啦。好，他有说但你要先找到尺泽才可以啊。好，肱骨内上髁啦，哈，讲错了啊，所以你就要先找到这个，再找到这个连线一半，这样也可以。好，这是比较专业的啊，只是说对于你们来讲，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找到横纹，找到了放开就好了嘛。好，这样了解吗？好，按下去就是一个曲直穴，你看他表情都变了，好不好？如果灌两你要准确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好，你想说这个上面是一个平面，这个是一个平面，在这2个平面的中间还有一条平面，好，或者说这是一条马路嘛，这是对侧的，啊，中间有个分隔岛，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的，好，所以我不用弯曲，但你们可以先这样试试看，好，这样没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让大家去练习，拿你的笔去帮同学练习，好吧？你标记好了就随时举手叫我去帮你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谢谢大家，好。